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惊掉下巴了。我在婚恋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见过奇葩的相亲男女不少，但是像这次这样的情况属实是头一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呢，有个叫小文的女生找到我，说想让我给她安排相亲。这个小文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银行上班，月薪2万出头，家里还有个4岁的女儿。一开始聊天的时候，我觉得小文挺不错的，知书达理，谈吐得体。虽然是2婚带娃，但是人长得漂亮，气质也好。我琢磨着，现在很多优质男青年其实不介意对方是否带娃，关键是要看眼缘和性格是否合适。于是我就在我的客户资源库里精挑细选，给他物色了一位条件不错的男士。这位男士姓陈，35岁，是广州本地人，在外企做技术总监，年薪50万左右，身高180。最重要的是人品不错，也想找个顾家的女士成家。当时我把2个人的照片和基本资料都互相发给对方看了，双方觉得都挺合适的，就约好周末在太古汇附近的一家高档粤菜馆见面。谁知道啊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就在相亲当天下午，我提前半小时到了餐厅，想要打点一下见面的氛围。结果，我的天哪！只见小文领着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进来了，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女儿，还带着他爸妈、他弟弟弟媳、他表姐表姐夫，甚至连他闺蜜和闺蜜对象都来了，加起来整整10个人啊！我当场就傻眼了，赶紧把小文拉到一边，问他：小文啊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相亲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啊？小文理直气壮地说：丽姐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这不是想让家人都帮我把把关吗？再说了，我女儿的未来幸福也很重要，得让她也见见这个可能成为她继父的人，不是？我爸妈他们也是为了我好，想看看这个男生是不是真的靠谱。至于我弟弟他们嘛，主要是想帮我参考参考，毕竟他们都是过来人。闺蜜更不用说了，她眼光最毒辣，最懂我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头都大了，我赶紧给陈先生打电话，想提前通知他这个情况。可是电话打过去，陈先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我心想，这下完蛋了，这哪是相亲啊，这简直就是来查户口的节奏啊！果不其然，当陈先生风度翩翩地推开包间的门，看到里面坐满了人的时候，那个表情，哎呀，我简直不忍心描述，就像是一个误入狼群的小羊羔，整个人都懵在那里了。我赶紧上前打圆场，介绍说这些都是小文的家人朋友。陈先生勉强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的眉头已经皱得能夹死蚊子了。这才仅仅是开始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叫一个精彩纷呈啊！先是小文妈妈开口：小陈啊，听说你是做技术的，那工作稳定吗？我们家小文可是在银行上班，铁饭碗呢。你们外企说裁员就裁员的，这个你要怎么保证以后的收入？陈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小文爸爸就接着问：广州这边有房有车吗？我们家小文现在住的是我们给他买的房子，你要是结婚的话，是不是得再买一套？这时候小文的表姐也插话了：对了，听说你之前没谈过恋爱，这个年纪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是不是自身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的老天爷啊，这哪里是相亲，简直就是在开新闻发布会啊！就连小文的闺蜜都不放过她，一个劲儿的问东问西，从她的星座到她的生活习惯，从她的家庭背景到她的未来规划，那叫一个事无巨细。最绝的是，小文的弟媳还特意带了个本子，认认真真的记录着陈先生的每一个回答。我看着他写的那个本子，密密麻麻的全是笔记，就差没给陈先生打分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小文自己也开始提要求了。陈先生，我觉得结婚后你得每个月给我2万的生活费，毕竟我还要养女儿。对了，我女儿现在上的是国际幼儿园，一年学费10几万，这个你得承担，而且以后还要送她出国留学。还有啊，我平时喜欢买，
你得支持我的爱好。我看着陈先生的脸色，从最开始的尴尬笑容，到后来的僵硬，再到最后的铁青，心里那个急啊！这相亲不仅变成了约谈会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灵魂拷问。而最让我震惊的是点菜环节，小文招呼大家，今天难得聚在一起，大家随便点，想吃什么点什么。然后他那10个人开始轮番报菜名，什么澳洲龙虾、日本和牛、鲍鱼、海参，还有各种名贵的燕窝、花椒，真是把这餐厅里最贵的菜都点了个遍。我在旁边听着服务员念着点单，心都在滴血啊！光是看着那些菜品的价格，就知道这顿饭绝对要上万。但是谁都没有提到买单的事情，仿佛这是在点大众点评霸王餐似的。这时候我注意到陈先生的额头已经冒出了汗珠，他时不时地看看手机，又看看那些还在热火朝天点菜的人们，脸上的表情特别精彩。我知道这场相亲已经完全失控了。大家猜猜看，最后点了多少钱的菜？2万，整整2万啊！我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到相亲能点2万块钱的菜。更离谱的是，菜还没上齐呢，小文和他的豪华团队就已经开始大快朵颐了。他们边吃边对菜品评头论足。哎呀，这个龙虾味道一般啊，还不如上次我们去香港吃的呢。这个鲍鱼个头太小了，一点都不新鲜，真是听得我尴尬癌都犯了。陈先生全程就只吃了2口饭，一直在擦汗。我看他这个状态不对劲，赶紧找机会跟他搭话。陈先生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外面透透气？谁知道这一去就出事了。陈先生说去洗手间，结果10分钟过去了，人还没回来。20分钟过去了，还是不见人影。我的预感越来越不好，赶紧给他打电话，电话竟然已经关机了。这时候包间里的氛围还特别其乐融融，小文他们还在点甜品，说什么这么好的餐厅不尝尝招牌甜品怎么行？我的妈呀，看着他们这架势，是准备把这顿饭吃出米其林3星的派头来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我终于确定了，陈先生是真的尿遁了，他直接开溜，人间蒸发了。这下可热闹了，小文他们还在谈笑风生，完全不知道这顿饭已经没人买单了。我这个心里那个急呀，赶紧委婉地告诉小文，那个小文啊，陈先生好像有急事，先走了啊。小文一脸震惊，他怎么能这样啊？这顿饭可是他请客的啊，我差点没昏过去啊。谁说是他请客了？你们之前有说好吗？小文理直气壮，这不是常识吗？男方相亲不应该主动买单吗？而且他是技术总监，年薪50万，请这顿饭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我真是要被这理直气壮的态度气笑了。小文，第一次相亲就带这么多人来，还点这么多贵的菜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这时候服务员已经把账单送上来了，整整2万0800块。小文看到账单的时候脸都白了，赶紧给陈先生打电话，结果发现已经被拉黑了。他爸妈也慌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小文的闺蜜开始抱怨，这男的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，请吃饭就跑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我在心里暗暗叹气，这哪是男方没担当啊，这简直就是一场有预谋的鸿门宴啊！但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2万块钱的账单。服务员站在门口等着结账，小文和他带来的10个人面面相觑，气氛一下子尴尬到了极点。小文慌了神，开始翻包，我只带了3000块现金，他爸妈也傻眼了。我们哪知道会点这么多菜啊，平时买个菜都要货比3家的说着。2位老人家开始翻口袋，七七八八凑了1000多。这时候小文的弟弟站起来说，姐，你也真是的，第一次见面就点这么多菜，这不是胃。小文急了，我这不是想给大家伙热闹热闹吗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他会跑啊？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把小文拉到一边，你这次真的做的不对，你想想看，你第一次相亲就带了这么多人来，还各种盘问人家，提那么多要求，最后还点了这么多贵菜，换作是你受得了吗？小文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丽姐，我真的只是想让家人都认可他，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最后大家7凑8凑，连小文闺蜜的对象都掏出了信用卡，
总算是把这2万块钱的账单给付清了。付完钱后，小文的爸妈气得直摇头，这顿饭吃的比过年还贵。第2天，小文红着眼睛来找我，说是一晚上没睡好。他说：“丽姐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太着急，想找个好归宿，想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也能找到条件好的。结果反而把事情搞砸了。我看他是真的懂得反省了，就安慰他，知错能改就好。以后相亲要记住，感情是2个人的事，不是在演皇帝选妃，更不是在做什么家庭大会审查。你要真心实意的去了解对方，用心经营感情，而不是光看重物质条件。”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几点经验。第一，相亲是2个人互相了解的过程。第1次见面最好就2个人，或者最多加上红娘。带太多人不仅显得你不尊重对方，还会给对方太大压力。第2，吃饭要适可而止，不能借相亲的机会大吃大喝，这样不仅显得你很贪婪，还会让对方觉得你物质。第3，不要一上来就谈条件，把对方当成提款机，感情是慢慢培养的，太过功利反而会把好姻缘给吓跑。最后说一句，这个陈先生后来给我发的消息说：“丽姐，实在抱歉，我知道直接走不太好，但是当时真的接受不了那种场面，我感觉自己不是去相亲，是去参加人生答辩会了。”这事儿告诉我们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一顿饭吃出2万块，这是血的教训啊！所以各位相亲的小伙伴们可要引以为戒啊！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们的看法。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啦！